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高二那年，我哥把嫂子带了回来，没多久，两人就结婚了。我嫂子人长得好看，身材还好，嘴巴更是能说会道。她一嫁进来，就把我妈哄得团团转。从那时起，我妈把原本属于我的爱都转移到了我嫂子身上，整个家里就属我嫂子地位最高。以前家里有好吃的东西，我妈总是留一份出来给我。自从我嫂子来了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嫂子先吃，吃剩的才轮得到我。只要我嫂子在家一天，我们家就跟皇亲国戚一样，饭桌上的菜10天不带重样的。但只要我嫂子出门不在家，饭桌上摆放的永远都是一个青菜加一个咸菜。有时候我抱怨我妈偏心，她还不高兴，让我爱吃不吃。还好那时我嫂子为人和善，愿意和我做知心朋友。我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回去跟她说，她也乐意地帮我解决难题。很多时候她知道我妈偏心，就会偷偷地对我好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就没有再上学，而是进了一家服装店做导购，一个月也能有700-800的工资。我嫂子生第一个小孩是个女孩，长得跟我嫂子一样漂亮，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圆嘟嘟的小脸，不得不让人疼爱。我侄女出生后，我感觉嫂子变了，变得好像不近人情，眼里就只有钱。我上班的地方离家不远，而我嫂子好像每个月都帮我算好工资要怎么花。她经常找各种理由让我下班的时候给侄女或者她带些东西，她说是帮买的，可也没见还过钱。但只要我工资花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她就不再叫我带任何东西回去。侄女3岁那年，我结婚了，嫁的人是我一个顾客的儿子。我婆婆是个好打扮的人，一年四季她都会到店里买很多衣服，每次来都是找我服务的她。久而久之，她对我的服务很满意，说我是个勤奋、不怕辛苦的人。然后她就把我介绍给了她的儿子李俊，化名。起初我并不想答应她去见她儿子的，但碍于她平时对我的照顾，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一下。李俊家里条件好，有着天地楼，家里还有2间铺面，用来开杂货铺的。我和李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看对了眼，两人确定关系后，我就回去告诉了父母。他们看我找了一个好婆家，没有任何不满，就让我早点结婚。我们结婚后，婆婆说我对服装行业比较熟悉，就没有要求我在家跟她守着杂货铺，而是出钱给我在市里最繁华的地方租了1间铺面，让我开了服装店。店铺开业后，婆婆给我带了不少人充场面，后来我又凭自己的实力拉了不少的顾客，没多久生意就开始红火起来，钱也赚了不少。婚后我每次回娘家都是2手提得满满的回去。那时我嫂子生了2胎，2个折的衣服鞋帽还有零食玩具都是我买回去的。我爸妈1年中吃的营养品也都是我买回去的，没钱花也是我掏自己口袋给的。就连我嫂子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在店里给她拿回去的，就连本钱都没有要过她的，以至于我在我妈心中就是个土豪。她经常跟嫂子和侄们讲，没衣服穿了找妹妹要，她卖衣服的，多好的都有，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就找你们姑姑买，你姑姑大把钱花不完，叫她拿回来给你们花。就这样过了10几年，侄女也到了上高中的年纪，刚好侄女考上了我们家附近的高中。嫂子打了电话过来说，小燕，你侄女有出息了，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，刚好离你家不远。我想说，等她开学了就让她住到你们家去吧，
学校里条件始终没有家里的好。我跟你哥没本事到市里买房，你家独栋楼，也住不到那么多房间，让他去你那里住，全家人都放心。侄女出生到现在，我就跟她的妈妈一样，可以说我比她亲妈还要好。现在她有能力考上好的学校，离我家又那么近，我又怎么舍得把她放学校里住呢？不是说学校住的不好，吃的不好，而是学校是群体，肯定是没有家里住的舒服的。侄女高中3年，从头到脚都是我买的，我嫂子就得一张嘴，总说自己在家忙没时间出来处理这些事，让我先垫着，等以后她再还我。其实我知道这些都是客套话，但我并不在意那么多，不然我也不会心甘情愿却要做这些事。生活上的开销是我出的，甚至是上学的费用，3年我都出了2年。就是到侄女准备上大学了，我嫂子还是习惯打感情牌，希望我能出侄女上大学的费用。我哥嫂在家里帮别人做建筑工，虽然辛苦，但每个月下来工钱也不算少，而且这么多年我爸妈都不用他们理过。对于养2个孩子跟家庭开销，那是可以支撑得住的，但我觉得他们赚钱没有我赚钱容易，就发了善心，一直都在帮助他们。侄女高中3年，可以说都是我养的，就跟我的女儿一样。最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本，哥嫂知道后笑得嘴角都咧到了耳后根。为了助兴，大嫂就说给侄女办一场升学宴，把家里的亲朋好友叫过来庆祝一下。办酒的那天，我一大早就带着2个孩子去了趟超市，给父母买了营养品，还给侄女挑了礼物。我提着东西先回的娘家，然后再开车搭着父母一起到嫂子预定的酒店。嫂子一共请了5桌人，都是一些走得比较近的亲戚跟朋友。为了有面子，哥嫂点的菜都是好的，每桌要800块钱这样。大嫂提前告诉了我办酒的时间，我跟老公就打算到时候给侄女3680。在我们那里有宴席的，大家赴宴的大多都是3到500最多，过千的都是自己比较亲的人才会给，而我作为姑姑，能给这个数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宴席上，哥嫂一直带着侄女去敬酒，介绍亲戚朋友给侄女认识，大家也表现得很高兴很开心。眼看着宴席准备要散场了，嫂子过来找到了我，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，说：小燕，嫂子今天没带够钱，这手机今天也不给力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居然没电了，要不你先去帮嫂子把酒席的钱给了先。听完我立刻表现出很不高兴，他这谎撒的也太假了吧，明摆着把我当冤大头了。对于他来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不知道吗？正常人又怎么会让手机没有电，还说带的钱不够？这办酒收了礼，难道那些都不是钱魔？这伸手要东西的习惯也太蹬鼻子上脸了吧。我听着嫂子的话，心里真的很抓狂。这些年我对他们怎么样，他们从来记不住。而我结婚生了2个孩子，现在也10来岁了，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舅舅舅妈的好，不说衣服鞋帽了，就是一颗糖都没有买过。过年我给2个折红包，哥嫂也拿跟父母一家人，有老人给了就行搪塞过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心酸极了。以前我不计较，我觉得我有能力，父母养大自己不容易，主要是想着哥嫂好了，父母才能跟着好，所以才会不计较的去帮助他们，补贴他们。没想到时间久了，他们就把我的好当做了一种习惯，觉得是应该的，就好像我拥有的一切是他们给的，到了时间就要还回去一样。我的服装店生意是不错，但那是以前，
现在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，同行也越来越多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失业了。所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不然哪天他们连父母都不想赡养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的身上，就好像是侄女读书的事情一样。我也是时候及时止损了。为了不破坏气氛，我说：“这是你跟我哥的事呀，我可不能抢你们风头。你手机没电了，我哥手机也该有的吧？而且你今天收的红包也应该够给了呀，怎么还说没钱买单呢？”大嫂被我说的脸瞬间通红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嗨，你说我都忙糊涂了，我这就找你哥去。不行，就等客人走了，再把红包拆了拿来买单。”说完，嫂子就转身找大哥去了。我心里暗自高兴，终于硬气了一会，不再任由他打感情牌。我看了一下，宾客也走得差不多了，我跟父母打了声招呼，就带着孩子回了家。回到家，我并没有跟老公他们讲宴席上的事，因为那么多年我帮衬娘家，花的都是服装店赚来的钱，其实也是公婆跟丈夫好，对我赚多赚少从来不问，所以我才能肆无忌惮补贴娘家。宴席上嫂子唱的这一出，终于让我明白了，对娘家的帮衬不能太过，不然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，伸手没有个度。以后我会适当的去给予帮助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都是我出头。我也有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孩子，在照顾好父母的同时，照顾好我自己的家庭就好。至于哥嫂的家，他们有责任跟义务照顾好，我做妹妹的，把该做的人情做好就行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